除了八卦，还有其他什么简短的这种体系？我认为全都有了，因为你没有体系，成不了全派。所以以前不是说你会打，你走了就没有，你走了就没有啦。问题是你要不要教下去嘛？所以你要教下去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有一个训练系统，是这样子。当这个训练系统出来以后，教了一代两代，这个训练系统成熟，这个训练系统出来，培养出一些人来了，它变成一个门派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大学里面开课嘛，你开这个系那个系，重点在哪里？重点不在教授一定要是诺贝尔奖得主啊，重点是你那个教学系统嘛。你任何老师来教，你是那个用那个教学系统教，你就可以教啊，是不是？每个学校它可能不同的系，它的教学系统是不一样的，着重点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学中文的那个中文系注重训诂的，那他的教学系统是一种啊，一种是着重于现代化的，是不是？那他的教学系统又是另一种啊。所以中国武术能够流传到现在，最重要的就是教学系统。你不要说别的啊，你说空手道、跆拳道，时间没很长吧，人家也有他的教学系统嘛。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你一进去就随便打啊。拳击很简单吧？拳击没有吗？拳击也有它的训练系统嘛，不然为什么拳击手要去找一个好的教练呢？每一个教练都有他的一个训练的概念，形成他的一个训练体系，听不懂？所以武术，中国武术不是说谁会打谁就行，不是的。你再会打，你传不下去的。懂了吗？就像我跟你们讲嘛，你们有些人没听过，我以前学那个非洲鼓啊，非洲鼓肩背。我听说有一个传教士从非洲到台湾来。很会打鼓，我去找他嘛，找到他了，聊起来，真的很会打。我就说能不能请你教我？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教因为他们会打是村子里面从小就大家都在打嘛。他们从小就东摸西摸，下课也打，上学也打，都在打，就这样子会打啦。他不知道他是怎么学的，所以当我要他教我的时候，他才开始分析自己是怎么打的。所以后来他被派到大陆去了，我就没有继续了。否则如果他要教的话，他要开始分析他自己是怎么打得那么好，为什么？然后他要对一个我没学过的人，我要从哪边开始，我要训练什么，然后他就可能就建立出来他的一个肩背的一个教学系统。那个时候他就是一个学派了，他就可以是一个学派了。当他自己打得很好的时候，你就是打得很好嘛，可是你不能成为一个学派。听不懂？学问是这个样子。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到现在都会讲国语，都会讲台语。你家里讲台语，你就会讲台语了嘛。有一天有一个人你能国语讲那么好，你能不能教我？你会教吗？不会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师大的国语文，师大有师大的教中文的一个体系，可能台大有台大的一个体系，国语文中心有国语文中心的一个体系，大陆有大陆的一个体系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教学法才能成派。练国术的听好了，是教学法，不是你有多厉害。
你叶问一个打100个也没用，你没有教学法，你还是空的嘛，你不是派别。所以中国武术每一个派，它既然成派了，它一定有它的教学法。教学法从什么开始？从理开始嘛。就算他开始是从术开始的，可他后来要教的时候，他也是要有理啊。听不懂？啊，所以我们学中国学这种东西的哦，都太注重那个术了，太注重应用了，太注重把那个珍贵的那个丢掉了。真正的文化是在这个地方，真正的文化是在这个从理到术的这个东西。你八卦，你怎么用身体、肢体来表现那个八卦？这有多难呐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八卦你可以用文字来叙述它，你可以用任何东西叙述，可是怎么用身体来叙述它？怎么用身体来表现八卦？跟你们练太极一样啊！你怎么用身体的动作表现出太极来？重点在这里面，怎么把一个哲学性的东西变成一个实际上身体的操作性的东西？这个有多难呐？大家不知道这个难，都在那边研究怎么打很难，打很难吗？是不是？那以前那个大师要多大的智慧，才可以把这个东西，一个抽象的东西变成一个实际身体可操作的东西？我们想想看，多难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珍贵的是这个嘛，啊，所以我们检验一个门派，你学的东西纯不纯正？怎么检验？就是你的理跟术是不是相符啊？你只是会打没有用嘛？你的理跟术是不是相符？理跟术相符了，它是一个文化了，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所以现在的人太浅薄了。太浅薄了，把古人也看得浅薄啊。